Hello，大家好，我是何老师。上一个视频就有讲何老师做新航的头等舱一路从新加坡呢就去到奥克兰在奥克兰呢下了飞机之后就去拿行李，何老师就发现到我那个很小的行李箱就裂了一条缝那时候就想说机会就来了，应该要去跟他们索求那个行李的赔偿，然后我就去问然后就搞了一轮结果整个结局是好的，主要就是我就问他们说，最方便你们工作的是走哪一个程序，因为它也是可以给你这个赔偿你那个行李的那个价钱。OK， 可能马币200块300块大概是这样子吧但是我又嫌麻烦，我就问他，我讲你们是用怎么样的方法，也方便你们也方便我。然后因为我看那个工作人员呢，他的表情就好像他做太多工作了，然后他也是有一点觉得很烦，对不对？然后又烦又累所以呢，我也不要打扰他太多的时间，我就直接问他说，最快最简单的是什么？然后就跟我说，就赔你一个行李。我讲马上可以拿到一个新的行李这不错嘞，那样子。然后我就讲好，这样我就接受你的这个建议吧。他就去后面。他就拿了一个这样大个的箱子给我，然后我看了是个黑色的行李箱，那个行李箱应该是蛮贵的，是一个美国牌子的行李它的品质也是不错的。然后我就说真的吗？这个整个真的给我吗？我讲我的是一个很小的行李，然后换一个大的没问题吗？他讲没有问题，你就拿去吧。然后我就在现场呢，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旧的行李，把里面的东西呢放进去新的行李，然后我就跟这个旧的行李告别了然后呢出到外面，其实我的身上呢只有一张信用卡然后我手上是没有带那个纽西兰的钱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听说如果是坐那个公共巴士去市中心就是上巴士只要刷一下那个卡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想如果不行的话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要睡机场？还好是没问题那么我就坐了这个 Sky Bus 一路就去到他们这个奥克兰的叫做它的那个商务区市中心。 OK， 这里呢就有一点很有趣的东西咯，所以我对这个奥克兰的城市呢的印象呢还是停留在很多年前，可能10多年前我有参加一个教会，所以那个教会呢他基本上会送他的信徒去2个地方传教，一个就是奥克兰，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加拿大温哥华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一直听到奥克兰这个名字，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有很多那个教友呢就是去奥克兰那边传教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不要去非洲呢？为什么要去奥克兰？我就想奥克兰那么先进那么大的城市，应该不需要你们来宣教吧，因为他们洋人肯定有他们自己的基督教的团体这些。然后我就去到我的酒店，首先呢下了巴士再走，大概没有想到走3到5分钟到了我的酒店。我的酒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古迹酒店 OK， 它也是有点历史了啦为什么选它？因为它够便宜。我们那个时候是大概是接近那个新年倒数的那个时期，所以选它是因为呢它最便宜，它差不多一个晚上马币200-300块钱就可以住到了然后我就偷我的行李上去咯这个老板他下面呢是经营一个酒吧，这个酒吧呢
有一个部分呢是有老虎机的，然后他也是有喝酒啊，还有那些是的地方。他就跟我说我的房间在1楼。他接下来他又暗示我，他又讲东西，他讲我每次爬上爬下爬楼梯啊，好累哦。他讲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不要来找我。接下来呢，就去街上走走咯，去找一下看有没有东西吃一下去楼下，它就是十字路口的那个交通灯的地方，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有点奇怪，就是吃太多维他命了，你知道吗？就在那边飘那些人，这些是没有穿衣服的老人，然后在那边那种，然后在那边抓蝴蝶，还是抓什么是不知道啦望天啊，望地啊，然后这样子抖一下，这样子是在那边梦游啊。OK，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城市的那个第一个印象再不然的话，就是那个风是吹过来的时候是有尿骚味的，有那个尿骚味很重那个，到处走咯，走，然后去那个走下去它的主要的街那一边就有一个比较大间的 supermarket 那个是叫 Woolworth 那个地方，那地方真的不能够去的。OK， 何老师去了的话就很后悔很乱里面很多人好像在抢东西这样子怕买不到东西，我也不懂啦，它的那个氛围的感觉就很不行。然后我要去选那个苹果、橙子这些是，你知道纽西兰的这些就很好吃的嘛，又便宜嘛，但是唯一 kiwi 是跟我们的价钱一样就是越来越贵，但是苹果、橙子 OK 可以买。我就去问人家说，这个怎么样买呀？是不是要放进去这个纸袋？然后接下来怎么样要去哪里测量它的重量还是价钱？那我就问到一个亚洲的一个女人可能是中年还是什么的，我就问她，这没有礼貌，然后她又那个样子就很奇怪，就然后就好像要赶我走似，然后我看到的话，我就觉得此地不宜久留，然后我赶快买完我的东西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怎么样结账咯，因为我也不会用它的那个自动结账的系统。不过后来我大概看一看，认清楚了这个苹果是哪一个名字什么什么，然后有工作人员在旁边，然后稍微问一下总之就是你有拿你的信用卡有还到钱就对了啦。然后出去外面买了一些东西吃，也是不是很好吃，然后街上太多人了有点乌烟瘴气的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比较安静的地方，所以我讲所有的大城市几先进都好，是如果你去多了，你看多了的话，你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地方是最好然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一样就是人蛇混杂什么都有的，然后还有那些维他命的店也是有啦那种给你吸到很爽的那种店所以你看街上也是很多人也是飘飘然过日子这样子，是他又没有打扰到你，他也没有来骚扰你，他自己在那边嗨过马路他自己又会知道要小心可是这个酒店呢，回到去就才发现到原来它只有一盏灯，它的那个灯呢，你开了之后它就是很微弱的黄灯你连晚上要看书都成问题。不过还好啦，它这个季节到9点才日落这个之后就一片漆黑了，我就算了啦。我觉得我只是在这边住2-3天，晚上我就忍它就算了。然后呢，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它的那个厕所，它的窗口呢，整片的，然后上面的比较高的也是有窗口，它的斜对面的公寓大概都有
5、6层楼，我这边呢是1楼。他们如果站在阳台看过来，是可以看到我冲凉的。哎，我就讲，我也忍他了。OK， 一开始我也没有察觉到是我觉得它的玻璃可能是外面是看不到进来的。但是当我出去外面逛街的时候，我走去对面的那个交通灯的斜对面的街角，我就从他那个角度看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好像是看得进来的。后来我就拿了我一个书签，我的书签是一个红包，一个大大张的红包，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厕所比较高的窗口，然后我就走去街的对面那边往下看上去，我看到那个红包真的很清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真是算了啦，我就是用一点毛巾遮着我那个冲凉的那个地方，遮得到上面也遮不到下面，就给他看饱他。后来呢，我就等到我的朋友他坐另外一班的飞机过来的时候，他就去调那个冷气。那个冷气呢，他去调了之后，结果就一直漏水。漏水的话，我就去找这个酒店管理员，我就跟他说：“这不行啊，这个一直在漏水。”然后他就看，随便看一下，他就讲说：“为什么要开冷气？”他说：“你就直接开窗口吧。”那然后就帮我们开窗口，全部开窗口。然后我就顺便问他，我讲这个厕所的窗口那个玻璃外面的高的楼层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冲凉？然后他就讲看不到的。如果看到的话，你们很简单的，你们只是男人罢了，你们就脱衣服了，你们就跳舞这样子就好了啦。他这样讲哦。后来就跟他讲，这个房间的灯光昏暗，只有那么一小盏灯，他就突然间就很惊讶，是咩？是吗？然后他就看，哎呀，真的哦，太黑了等下我拿一盏座灯给你。他就拿了一个座灯给我 ，OK 咯。拿走了之后，然后我就开，结果那个座灯只能够开1秒，然后就灭掉。我又再开1秒，然后就灭掉。OK， 我就觉得，算了，就这样子。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体验，好的体验，不好的体验，我都 OK 的。只是说，我们可能会忍不住要吐槽完几句的话，就住咯，是不是？晚上又很宁静。我自己也是带了一本很厚的心理催眠的书，然后我就自我催眠咯，然后 OK 啦，我花时间看书，然后有一个很宁静的空间，那种事情是，也不要去投诉啦，这样简单咯。这个城市，市中心没有什么特别啦。OK，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拜拜。